大家好，我是健康永驻的佑丽，今天真的要急着跟大家说一件超级重要的事，因为我发现啊，明明政府今年年初就端出了一大块福利大蛋糕，结果竟然有几十万个家庭根本还没动手去拿。这可不是我乱说的，这是卫福部最新后台统计出来的数字，那些白花花的补助金就这样静静躺在库房里，而该领的长辈们却一毛都没拿到，你说急不急人？我光是想到这些钱能让多少长辈多买几罐营养品，多换几次好一点的药，就觉得实在太可惜了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仔细捋了捋，发现无非就是3种情况。第一种最冤枉，就是根本不知道，很多长辈生活比较单纯，不看新闻不上网，子女忙工作也没留意，政策讯息就像一阵风从耳边吹过去，没留下半点影子。第二种是自己吓自己，一听到政府补助4个字，脑海里立刻浮现出厚厚一叠表格，跑好几个机关，看公务员脸色的画面，心想哎呦这么麻烦，算了算了，结果就把机会拱手让人了。第三种最让人捶心肝，就是申请表都拿到手了，可能随手夹在账本里，压在茶叶罐底下，日子一忙就忘得一干二净，等到想起来，哎呀，时间都过了。所以拜托大家，今天听我讲完，一定要顺手把这支影片转发出去，转到家族群组，转给有长辈的亲朋好友，负担减轻了，等于直接减轻我们做子女的经济压力。这年头赚钱不容易，能省1分是1分，更能让我们的孝心有更实际的展现，你说对不对？有些朋友可能会疑惑，老人健保补助不是一直都有吗？为什么2026年这个特别厉害，还被叫做超级新政？没错，过去确实有补助，但这次2026年开年推出的新制，目标非常精准，就是冲着现在医疗费用越来越高，要帮长辈们扛住这个压力而来的。他的野心更大，要让更多爷爷奶奶能够安心看病，不怕吃药，真正达到老有所依的理想。跟过去比起来，这次新政真的是大刀阔斧在改革。首先，他照顾的人变多了，不再只局限于低收入户，很多普通家庭也能受惠。再来，补助金额拉到最高28000，这个数字在过往的补助里非常少见。最让人感动的是，政府终于听见大家抱怨办事难的声音了。他们把申请流程砍掉很多繁琐的步骤，还同时开了网络和实体好几种申请管道，就是要解决申请慢、领取难的老毛病。光是这份用心，我们就该各赞。讲到这里，大家最想知道的肯定是，到底谁可以领？是不是年纪到了65岁，钱就会自动掉进户头？来，重点来了，大家耳朵要打开，年龄是第一个门槛，但光年纪够还不行。根据2026年1月公布的最新规则，长辈必须同时满足几个条件。第一个，基础中的基础，就是年满65岁，而且在台湾设有户籍满1年。这里有个细节很贴心，不管长辈是跟住公司保、工会保、农保还是渔保，甚至如果是挂在子女名下的眷属，通通不影响申请资格，政府没有因为职业不同就把人分等级。另外一个常见状况是，很多长辈户籍在老家，但人住在其他县市子女家，甚至长期住在国外帮带孙子。别担心，政策明文规定，只要涉及时间够，人不在户籍地照样可以申请，千万不要因为觉得人不在就自己放弃权利。接下来的2个条件是关键，也是最多人搞错的地方，叫做综合所得税率不超过 5%。这句话不是看长辈自己有没有收入，而是看谁抚养他。如果长辈是由子女报抚养的，那么政府审查时看的是子女那个整个家庭的税率，不是只看子女一个人的薪水。说白了，就是政府想帮经济压力相对大一点的家庭减负担，把资源给真正需要的人。所以即使你个人收入高，但只要全家净收入不高，税率没超过 5%， 你家长辈就符合这个经济门槛。第3个条件是不能重复领全额补助。这道理很简单，政府的爱心不能让一个人领2份。如果长辈已经透过其他管道，比如一些极低收入的补助计划拿到全额的健保费补助了，那就不能再申请这个。但是注意哦，如果是部分补助就可以，新制会把你已经领的部分扣掉，补发剩下的差额给你。总之就是会帮你补到应有的额度，但不会让你多拿。这点一定要先查清楚，免得申请了又被退件，白白耽误时间。除了这3条硬规定，2026年的新政策还藏着满满的温柔，特别关照几类长辈，像是重度身障者、独居老人、有多种慢性病的，还有失能失智的长辈。
这几类不但在审核上会更顺利，甚至有可能走绿色通道，办得更快，手续更简单，补助金额也可能是情况再往上加一点，这真的是社会安全网最暖心的设计了。当你确认家里长辈符合资格后，先别高兴得太早，因为准备文件才是真正的战场。很多人就是在这关卡住，来回奔波累个半死。想一次过关，你只要牢记需要3大件。第一件是身份证明，长辈的身份证正本和影本，还有户口名簿影本。如果是子女代办，代办人的身份证正本影本也要带。这里有个小秘诀，影本最好用彩色，而且字迹、相片要清清楚楚。别为了省几块钱用快没墨的影印机，到时候因为模糊被退件，浪费的时间成本可不止这些。第二件核心文件是保险费自付额的缴费证明正本，这是证明长辈真的有在缴健保费的关键，不管是透过银行转账的单子，还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的证明，正本一定要留好。第三件是金融机构存折影本，这是用来收钱的账户，存折一定要长辈本人的，账号要清晰。虽然政策没限定哪家银行，但建议用台湾常见的大型行库，系统对接比较顺，钱才进得快。如果长辈从来没办过账户，很简单，带着身份证和户口名簿去任何一家银行柜台，10分钟就能开好一个。至于前面提到的特殊群体长辈，就需要额外准备证明，比如身障手册影本、失能评估报告等等。如果是代办，别忘了还有委托书，这个在政府网站都能下载列印，填一填签名就好，不复杂。这里我一定要唠叨一个超级避坑提醒，所有文件、正本和影本都要带，现场人员核对正本没问题后，会把正本还你，只收走影本。还有，表格上的签名、日期一个都不能漏，长辈原则上要自己签，如果真的没办法写字，通常可以盖指印，然后代办人在旁边注记一下。另外，注意某些证明文件有效期，别拿到过期的证明去申请，那可就白跑了。文件备齐，我们就来到最后一关，怎么申请。2026年的新制真的很跟得上时代，它开了2条路，一条给习惯面对面求安心的人，另一条给喜欢滑手机想省时间的人，大家挑自己顺手的走就行。先说线下申请，很适合长辈亲自出马，或者子女想帮长辈跑腿的。流程3步走。第一步，去长辈户籍地的区公所或乡镇市卫生所。第二步，把准备好的文件整包交给柜台，人员当场检查，没问题就会开一张受理回执单给你，上面有申请编号，这张纸千万要收好，是你以后查询进度的凭证。第三步，就是回家等通知，最晚30个工作天内会审核完，钱会直接汇到你提供的账户，如果没过，他们也会打电话或寄信告诉你原因，让你补文件。再来是我个人很推荐的线上申请，尤其适合工作忙的子女或是行动不便的长辈，真的不用出门就能办。主要2个入口，一个是所在地的市政府服务网，另一个是健保署的官方 APP。我用市府服务网举例，打开电脑或手机浏览器，进入长辈户籍地的市府官网，再搜寻框打健保补助申请，马上能找到入口。如果没账号就先注册一个，登入后按照网页指示一栏一栏填资料。这里要特别小心，身份证号、银行账号这些数字千万别打错。填完后，把刚刚说的那3大件文件用手机拍清楚照片或扫描成档案上传，最后点提交，系统会给你一组申请编号，记得截图保存。用健保署 APP 流程也差不多，下载官方 APP， 注册，找申请功能，填资料，上传档案，一样搞定。不过要严肃提醒，网络世界很复杂，一定要认明官方网站和 APP， 不要乱点简讯里来路不明的连结，也别相信什么代办中介，那些都是骗个资骗钱的陷阱。你也不用担心线上申请会比较慢，政府保证线上线下的审核速度是一样的，都是最多30天，结果会用简讯或 APP 推播通知你。生活中总有特殊状况，比如长辈住国外，不会用网络，也没办法回台湾办，那该怎么办？别慌，政策都帮你想好了，你可以请在台湾的亲友帮忙代办，或者把所有文件用挂号信寄到户籍地的区公所，记得留好邮寄收据，这样万一需要查询也有依据。关于钱什么时候发，通常是按月或按季拨款，看各地方政府的作业，一般审核通过后的次月或下一季就会入账。你可以随时用申请编号上网查进度，或是打咨询电话问。
如果超过30天都没消息，一定要主动去问，可能是联络方式留错了，别让自己的权益睡着了。为了让大家更安心，我整理了后台最多人问的7个问题，一次帮你解答清楚。第一个问题，长辈是农保或渔保，资格会不会受影响？答案很肯定，完全不会。这补助只看年龄、涉及、税率那几项条件，跟你是什么保险身份无关。第二个问题，长辈的健保是挂在子女名下，而且因为子女抚养人口多，长辈排到第3口以后免缴费了，这样还能算补助吗？答案是会。健保署会用对民众最有利的方式去计算，就算现在免缴，作为被补助对象，还是会列入计算，不影响你的权利，怎么算的细节交给专业人员处理就好。第3个问题，如果符合资格，但之前错过了，没申请到，还能补申请吗？答案是可以的。记得在政策实施的今年，大约8月底9月初的时候，带齐所有文件到户籍地区公所申请补办，审核通过后，之前漏掉的月份会一次补发给你。第4个问题，户籍在 A 地，但人长期住在 B 地或国外，能申请吗？可以，只要涉及满1年且符合其他条件，透过代办或邮寄申请就行。第5个问题，钱是一次给还是分批给？通常是按月或按季，直接汇进长辈存折。第6个问题，长辈在大陆住院的自付费用，可以申请健保给付吗？这会影响这次补助吗？这是2件事。在大陆的紧急伤病，回台后6个月内可以申请费用核退，这是健保本来就有的功能，跟这次的保费补助完全不冲突，互不影响。第7个问题，如果同时符合好几种补助，可以都领吗？不行重复领全额的，如果你已经从别的计划拿到全额补助了，就不能再申请这个。但如果只是领部分，这个新制会补足差额给你。总之就是让你的补助达到应有的水平，但不会让你领双倍。解答完疑难杂症，我再偷偷分享几个让申请过程更顺畅的小技巧，这可是许多过来人的经验。技巧1，事前电话核对资格。在开始准备文件前，先打去区公所或健保署的咨询专线，报上长辈的身份证字号，请服务人员帮你初步确认一下资格，避免白忙一场。技巧2，文件宁多勿少，宁轻勿拙，所有要求文件一样都别少，影本一定要清晰，交之前自己当一次审核员，逐项检查一遍。技巧3，错峰申请。政策刚推出的第1、2个月人最多，网络也可能塞车，如果不急，可以稍微晚一点点申请，或选在平日非尖峰时段去现场办理，速度可能更快。技巧4，保管好所有单据，从缴费收据、受理回执到挂号信凭条，每一张纸都专门用一个资料夹收好，直到钱安稳入袋为止，这是以防万一的护身符。另外，对于那些真的行动困难或是失智的长辈，如果你自己也忙到分身乏术，除了拜托亲友，其实还可以试试申请免费到府服务，打去各县市的长照专线或区公所问问，很多地方有安排社工或志工，可以上门帮忙整理文件，甚至代送申请，这项服务真的很有人情味。最后，我一定要用最严肃的语气提醒时间，这个2026年的健保新制补助不是永久性的，它的申请期限只到2026年12月31日为止，时间一到，大门就关上了，之后可能想补都补不了。所以听到消息的朋友，请立刻行动起来，不要再拖了，拖延症会让你跟这笔钱擦肩而过。在这个资讯真假难辨的时代，可能有人会怀疑，这是真的吗？会不会是诈骗？我佑利可以用健康永驻的名誉跟大家保证，这项政策是卫福部白纸黑字公告的，是正港的政府福利，你可以自己上健保署官网或地方政府网站查证。但同时，我们也要提高警觉，正规的申请过程完全不用缴任何手续费、代办费，凡是接到电话、简讯说要帮你快速通关，但要先收钱，或是跟你索取银行密码、验证码的，100%是骗子。不管他话术多高明，只要提到汇款或要密码，马上挂断并报警。守护长辈的养老金绝对不能大意。总而言之，2026年这项为65岁以上长辈准备的最高28000健保补助，是一份诚意满满的大礼。只要年龄、涉及税率符合，备好身份证、缴费证明和存折影本这3样，选择线上或线下一条路提交申请，这笔钱就能稳稳入袋，流程已经简化很多，真的不麻烦。千万别因为怕一点点手续而错过了能减轻家庭负担，让长辈更安心的实质帮助。
如果在申请中遇到任何小问题，别害羞，直接打电话问户籍地的区公所或健保署，他们的服务人员会耐心帮你解决。好了，我是健康永驻的佑丽，希望今天这番又急又详细的提醒，真的能帮到每一个需要的家庭，祝福所有符合资格的长辈，都能顺顺利利领到这份补助，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，多一份保障，多一份安心，快乐健康的享受晚年。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有用，请务必分享出去，让爱与福利不断传递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